钱太君，陈雷过来找我了。他识破你了？应该只是怀疑，想抓到我的证据，没那么容易。哎呀，这家伙可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呐！先留着他，等时机到了，就把他和他的上线一网打尽。现在最关键的还是苍龙计划。钱太君，我提议把清风君调出来。为什么？他在特工部也发挥不了什么主要作用，不如出来协助我们。胡说！清风君潜伏在特工部，大有可为。最关键的是，他可以影响蒲大茂。以后这种话不许再提。是。啊，钱太君，中国福建的军阀站出来挑战南京，很明显是准备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，而南京当局的核心军事力量都在向西北运动。军情分析表明，如果福建的军阀大规模出兵，蒋中正的主力部队就来不及回防。哼，也就是说，很可能用不了多久，南京以至于整个中国就换主人了。如果是这样，或者只要蒋中正为首的实力集团地位发生动摇，苍龙计划都会受影响。至少，刺杀目标需要调整，这也是不小的变动。你们只看到事情的一面。如果真让这些人上台，我们的苍龙计划才更加重要。哎呀，据我所知，军部对我们近期的行动很不满意，有意想放弃苍龙计划。你的消息属实吗？当然。中国的事件变动，军部可能要改进对中情报工作。钱太君，我们怎么应对？管不了这么多。苍龙计划势在必行。哎呀，钱太君，你何必这么坚持呢？苍龙计划我苦心经营了这么久，绝不能前功尽弃。好，那也别怪我没有提醒你。假如军部把我们大部分的经费停掉，那就完蛋了。经费问题我来解决，不需要你操心。看来钱太君是不在乎我的意见了。那好，你们聊，我走了。哎，高口军！哎，高口军！让他走。自己人他走什么？看来高口军已经不信任苍龙计划了。你呢？你怎么不走？我本来就归钱太君指挥。我认为，苍龙计划很完美，刺杀国民党实权人物，嫁祸给共产党，破坏国民党特务组织，让他们失去追踪侦察能力。南京乱了，国民党、共产党对立大大加强，无法缓和。中国将重新陷入大规模内战。帝国趁机扶植亲近的国民党将领，收拾局面，掌握权力，也就等于帝国掌握了中国。好，你清楚就好。我千方百计的接近排会，就是想借用排会的人马来完成咱们的计划。可这些军部的蠢家伙，他们太不懂钱太君的良苦用心了。小岛君，是，马上去见大本营，说，我以家族的荣誉和本人性命担保，破坏国共合作，竭尽全力实现我大日本之利益。苍龙计划势在必行。如果我预测错了，
切腹谢罪。钱太君，执行。是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跟蒲长官联系过没有？没有。福建出事，我觉得你应该向他求教一下。他早就想老蒋下台了，干爹他亲日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略有耳闻。那天我跟他说，小日本摆明了要亡我中国，到时候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你猜他怎么说？怎么说？他说错，断不至于。一国余夷，不抵抗并非卖国。而且他还说，小日本并非傻了，到时候他们会以华制华，一定会有人站出来振臂高呼。我就跟他说，那我们不成了傀儡，成了亡国奴了吗？可他骂了我，他可是从来没有骂过我。汤好了，阿峰，快过来尝尝，这可是我熬了4个小时的鱼汤。阿峰，哎呀，好了，别在这生闷气了。能不生闷气吗？陈雷、熊慧明、昌叔，他们居然合起来一起整我。我倒觉得不是他们整你，是你自己优柔寡断，错失机会。那是我的问题呗。不是吗？你这一心想着排会，可他们呢？每天想着就怎么把你踢出排会，而你呢，还在拼命的为他们管理码头，你傻不傻呀？我这也是为了排会着想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现在天底下只有我懂你的心，可是他们呢，谁顾及你啊？所以你要为你自己和我们的将来考虑考虑，对不对啊？嗯？你不放心我是吧？啊？告诉你啊，阿峰有的是本事。我当然相信你啦。走，你是我的男人。再说了，跟着你吃什么苦我都愿意。可作为一个纯爷们儿，你总得要有自己的事业吧？你是说排会之外的？当然了，排会那算什么事业？哎呀，说实话啊，我也想有排会之外的事儿。哎，我有个好朋友，正好做生意的，好像这2年做的还不错，要不然我介绍下给你认识。这人可信吗？有什么不可信的？你先见见面嘛，感受一下，再决定做不做。好。快尝尝我的汤，趁热，好吧，喝。先生你好，需要点什么？老人，枫叶，您是？我姓吴。吴先生你好。枫叶，您的大名真是名不虚传呐！今天一见，果然气宇轩昂啊！吴先生还不了解我吧？我这个人呢比较随性，没那么多客套。啊，好好，请吧。请。枫叶，请。吴老板请。听说吴先生是生意场上的行家，没想到你这么不年轻啊！枫叶，您这话我可真分不清是夸我呢，还是骂我呢。谢谢。请。枫叶，请用吧。我还是习惯喝这个。哦。不过话说回来呀，这行家不行家的呀，要看与谁合作。胡小姐对枫叶可是赞赏有加呀，说明枫叶是有一定的胆识和能力的。我就喜欢和这样的人合作。吴先生，胡小姐是我最信赖的人，您是她的朋友，也就是我洪峰的朋友。
生意上的事儿您放心，只要有钱赚，你好我好，大家好。好，好。不知吴先生在哪条道上发财啊？哎呀，这个怎么说呢？枫叶，您是要问赚小钱的呢，还是赚大钱的？当然是赚大钱。这个赚大钱的呀，枫叶不会走漏风声吧？吴先生，看来你还不了解我呀。您可以在外边打听打听，我洪峰是那样的人吗？恕我冒昧啊，我还是有点不大相信枫叶的胆量。吴先生，我给你交个底吧。这天底下的事儿啊，没有我洪峰不敢做的。说说看。好。吴先生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怎么，枫叶不会连这个都不认得吧？我当然知道，我洪峰什么没玩过。不过这个东西，我没兴趣。这个鸦片生意可真是大买卖，能赚大钱哦。我当然知道，这个东西可以让人一夜暴富，也可以让人一无所有。所以我们排会有死规矩：凡是贩烟土、抽大烟的人，一律开刀除籍。好了，我明白了，枫叶还是没有胆识啊。吴先生，我洪峰在上海滩能够立足，拼的就是我这条命。还是那句话，没有我不敢干的事儿。不过原则只有一个，我不挣昧心的钱。这昧不昧心的钱让别人说去，白花花的银两落在自己手上，实实在在的。行了，算我看走眼了。胡小姐知道这事儿吗？胡小姐只是力荐枫叶的人，我怎么能把这种事情告诉她呢？我是见你枫叶应该是有胆量的纯爷们儿，我才给你交的实底。这玩意儿保险吗？枫叶啊，你又在说笑了。自古以来做大买卖都是有风险的，关键呢，看什么人在做。想必枫叶应该了解，这个没有本事的人啊，喝口凉水都会噎死，对吗？喂，南京吗？我是陈善宇。将军回来没有？请帮我接一下。啊，干爹，我是善宇。哦，没回来啊。好，谢谢。进来。有什么事吗？我可能要回趟南京，过来跟你打声招呼。回南京？什么时候？曾部长从南京打来电话说，恩师要来上海，我回去接他一下。干爹要来，那什么时候到？还不清楚，我要回去才知道。
知道了。好，那我先去了。好。见到洪峰了吗？我没去。为什么？你急什么呀？我让我的手下吉田君去了。东西给他看了吗？这人都去了，东西能不看吗？吉田君告诉我说，洪峰这个人呐，就会说大话，老说自己在上海滩多么有名，要干一番多大的事业。我觉得这个人呐不可靠，不能用。我不管这些。洪峰到底什么态度？愿意参与，说先进点货试试看。很好。钱太君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洪峰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利用价值，值得我们这样去行动？我说过，他是我控制牌会、实行苍龙计划中很重要的一笔。苍龙计划还需要讨论研究，现在就给洪峰砸上钱和精力不值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出了乱子，钱太君可要顶着。看来高口君还是怀疑我的判断。放心，这天塌下来，由我顶着。恩师也有一阵子没来上海，单于可是想你呢。他想我，那他应该到南京来看我，离他那么近，又不是天涯海角。特工部的事情多，他脱不开身。张虎啊，你说她一个女人家怎么会喜欢情报工作呢？这可不知道，但是我还真就看中她与众不同这一点了。张虎啊，你到单宇身边也有一些日子了，你们感情进展得怎么样？恩师啊，一说起这件事，我就伤心了。为什么？单宇似乎跟我越来越疏远了。那肯定是你得罪了他。怎么会呢？我喜欢他还来不及呢，只是有些事情没法说清楚。依我看，你们就早日成婚，也可以了却我一个心愿。再这么拖下去，恐怕会夜长梦多的。是啊。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那么客气。我此次来也就是办点私事，你看把你们惊动的。您可千万别这么说。论公呢，您是长官；论私啊，您是长辈。这要是不知道也就算了，知道了没照顾好，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。我现在也老了，出个门啊，总是想带这个带那个，睡觉都要靠安眠药了。你看这不，睡着了。单宇给我打电话，我都没接着。单宇啊，你没生我气吧？怎么会呢，干爹？您才是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呢。没生气就好。哎，那你也别离我那么远呢。来，坐到我这儿来。好。这次福建那边出了一些问题，我这个身份呢也是不尴不尬的，所以我也想出来啊，躲个清静。您别这么说，躲清静啊也是福气。陈副处长，恩师旅途劳累，需要休息，你们是不是先回特工部啊？啊，那行，那就不打扰您休息了。等您休息好了，我代表特工部给您接风洗尘。干爹，要不您先歇着？好，单宇啊，你现在既然干了这行，你就要多学多问，这里面的学问大着呢。知道了，干爹。陈副处长，恩师这次来虽然是办私事，但也是重要人物。特工部还有多少人知道他来？应该没有人。
那就好。恩师身边不能没人，我在这陪他。有事儿我们随时联系。那辛苦你了。大哥，坐下说。那个蒲将军果然来了，就住在美丽华饭店。为什么来，知道吗？不清楚，应该没什么大事。陈雷和陈小姐上去没待一会儿，就下来一起开车走了。哦。陈小姐那边，还让白娃盯着？当然。特工部出了这么大的爆炸案，陈小姐的安全必须要得到保证。怎么了？白娃待不住了？没有，只是不太会擦鞋。如果真要擦的话，有点为难他呀。不会擦鞋吗？这么多的训练科目，不都学下来了？擦鞋有那么难吗？那意思，不撤？可以撤，撤了你擦鞋去。不，等，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他好好练练擦鞋。伙计，上茶。哎，好的。哎，说好了啊，这茶你请。没大没小的。张涛怎么样？最近老实多了。江阿宝前头几次折腾排会的人都好像没有跟他打招呼。后来我听他打过几次电话，骂得山响。再后来就没音儿了。张涛跟江阿宝怎么样？我并不关心。你知道我在问什么？啊，密电好像也只发过1、2次吧。1次还是2次？2次。你给我盯紧了啊！下次我再问你的时候，不许含糊其辞。哎，是大哥。今天不是见面的日子，你这样过来太冒失了。我不觉得。你知道这里什么情况，就过来。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情况，我是不会过来的。钱代军知道你今天可能要来，他知道，他还知道，你来是要汇报蒲大茂秘密来上海了。钱代军掌握一切，你不用跟着蒲大茂，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蒲大茂现在走的是一部危险的棋。那么，苍龙计划不容动摇。但是你的责任是执行，不是说但是。钱代军希望你留在蒲大茂身边，随时准备行动。明白。你说干爹到底有什么私事儿啊？哎呀，那可就多了，生意啊，朋友啊，女人呢，都是。不可能，我那么了解他。未必了解吧？啊？我还是不放心。哎呀，你要是实在不放心，你就跟着去看看。你的意思是让我跟踪他？哎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你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如果担心他老人家，又不想打扰，那你就跟着去看看，也没什么嘛。那我现在就去看看。哎，先把咖啡喝完呐。哎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干爹呢？老人家要办私事，没让我陪着。你怎么能让干爹一个人呢？他要一个人，我也不能跟着搅和。哎呀，我去看看。哎，你别去打扰他。行了，让人去吧，给人家一点私人空间。听你这口气，好像挺了解女人的。哼哼，对不起，自信比你略懂一点。那你说这种情况，我是追还是不追？有的女人呢，非常需要独立，比如说像单宇这样的，也有整天围着灶台转的。不过那种女人呢，你也瞧不上，当然你也碰不见。那你的意思，我是不追啊？哎呀，你就让人家有点隐私行不行啊？
怎么样？喝杯咖啡？我不喝咖啡。对不起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还真会享受啊！我小的时候，家里用的也是中式家具，可是后来，这些家具又离开我了。小时候？是啊，所以我特别懂得那种有过而又没有了的感觉，跟从来没有是大大不同。当然了，失而复得和从来没有突然拥有，感觉当然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有些东西一旦丢了，再想找回来可就难了。赞同。比如说人的性命，性命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你能懂这个道理，很好。胡将军，请。呵呵，可惜啊，我这个人天生命大，多少人想要我的性命，可就是拿不走。是吗？哼，但愿是像你说的那样，而不只是你走运。可有的人偏偏他就能走一辈子的运。你是吗？果然够自信。善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等干爹呢。都这么晚了，你还不回去睡觉？那干爹您去哪儿了？我去会了2个朋友，多聊了几句。您是去见日本将领吧？怎么，你在跟踪我？我要不跟踪您，我怎么知道你去见日本中将了？善宇啊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？啊，我的工作你不要管。干爹，咱们学习日本是一回事儿，可跟日军高级将领秘密见面，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。两国现在濒临大战，以您的身份，这种行为就是……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善宇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到了该痛下决心的时候了。我这个身份必须担当起责任来。干爹，您走得太远了。日军驻沪最高将领应该是个少将吧？这个中将，我想是专门来见您的，而且可能是特地从日本过来的吧。哎呀，好久没回来了，这里还是没什么变化。是啊，屋子还是老屋子，人变了而已。是啊，这么多年我也老了，这两边都出了白头发了。哎呀，蒲将军，您说的哪儿的话呀？您的身体还硬朗着呢。哟，慧明啊，蒲叔，啊，干爹，
你怎么过来了？山芋都好吧？啊，三弟，久违了。哟，二哥，您还那么客气。哎呦，行了，大家都别站着了，坐着吧。请坐，请坐。干爹，好好坐。坐。哎呀，慧明啊，小时候我就看她跟别的姑娘不一样，留过洋，还当过医生，现在又掌管着牌会，很不错呀。蒲叔，您过奖了，我只不过是勉强做做而已。哟，这还叫勉强？那你要真认真的话，岂不是要当女总统吗？蒲叔，您上一次来牌会的情形，我到现在还记得呢。是吗？当时，日军进攻上海，我爹积极支持抗战，是您来游说他说不要抗战。时过境迁，不知您现在的立场，是否还是当时的立场呢？我蒲大茂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，我绝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。那将军还是主张与日本通好呢？两国交战，必定会导致生灵涂炭，有什么事都可以坐下来谈嘛。日本吞并我中国之心，始终不死。将军这么做，就不怕民众骂您没有民族大义，是卖国贼吗？慧明，我蒲大茂历来爱国，苍天可见。我不怕那些人在我的背后指指点点。眼下政局不稳，四处硝烟，将军觉得自己是为国为民了，就不怕有心之人暗中利用，做出万劫不复的事情来吗？慧明，你说什么呢？蒲将军这么英明的人，怎么可能被小人利用啊？蒲将军，别往心里去啊！来，坐。陈雷啊，你也别说了，我什么都明白了。我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哎，三弟，干爹，三弟，干爹，这个蒲老三还是那么倔。该说的我们都说了，剩下的由不得我们了。陈雷，你还真会演戏啊，每一句话都向着他。我要不这么说行吗？你2句话就把人挤兑走了，你总有道理啊。那可不是吗？他如果只是发发脾气还好了，可我总觉得他这次来没那么简单，一定是另有所图。大姨啊，你还在生干爹的气啊？我都亲自来接你了，你就别老挂着脸子了，啊？干爹，不是我要挂着脸，是您做事情确实让人心寒。你看，连慧明都这么说了。哼，你还向着外人来骂我呢，嗯？我没骂您，是您自己往错路上走呢。我做错什么了，让你生这么大气？你为什么要去见日本中将？振宇啊，我在日本待过，他是我的好朋友。怎么了？我看看老朋友还有错吗？可您……我怎么了？不说了。蒲大茂和中将会面的消息，我已经得到了通告。我大日本皇军同意协助蒲大茂。是正面响应吗？当然不，我军不会轻易公开支持。当然，
也不会阻挠。那我这边采取什么态度应对？胡大茂需要你的支持，在他犹豫的时候，推他一把。明白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等你啊。进来吧。来，你坐着，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。有什么事儿，说吧。蒲将军私通日军的事情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你别管，我有我的消息来源。干爹他……我如果是你，我会先劝阻他，劝阻不成，我一定会告发他。可是他毕竟是我干爹呀。可这是民族大义问题，这是原则问题，你不能犯糊涂啊！干爹一旦被告发，他的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。山雨，我知道你很为难，可是现在国家和民族正处于空前的危难之中，日本政府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。论私情，论大义，该怎么做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？啊？蒲将军现在就好比是站在悬崖边上，迈错一步，他就会成为千古罪人，万劫不复。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啊！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。演完了。啊。林长山说的没错，山雨，我知道你很难，有的时候忠孝不能两全。真想救你干爹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就不知道你敢干不敢干。什么办法？如果能救干爹，怎么样都行。我回了。也许是大势所趋，也许我们什么都不用做，结果就摆在那儿了。大形势我知道，可是我不能让干爹去冒险。如果他成了，改弦更张，于国于民是巨大的危害。失败的话，他也会变成千古罪人。可我担心你的安全。干爹出事儿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开车。等等，咱俩还是分头行动。我去带着枪。
小姐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哦，我回来看看干爹。好，小姐，您可以进去，但司机和车得留在外头。怎么回事？这是将军下的新指令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好吧，你在外面等我。开门。我的人在西侧待命，一旦蒲将军发出信号，立刻投入。但是你们要注意把握时机，没有我的命令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陶公啊，你带人在东面围堵；战火，你带人在南面堵截他们的援兵。是。李副官有。你挑选的士兵都审查完毕了吗？将军请放心，全是千挑万选的人，随时准备待命。好，此事机密，非骨干成员一概不得告知。是。小姐，现在不能进去。哎，将军说了。哎，小姐，哎，小姐，现在不能。将军说了不让进去啊。小姐，小姐，您现在不能进去啊。小姐，您回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任何人不能入内吗？小姐非要闯，我们拦不住。废物！李副官，注意你的言辞。抱歉，将军。干爹，今天家里怎么来了这么多客人啊？单于啊，你怎么突然就跑回来了？啊，上海方面难道不忙吗？特工部很忙，但是干爹这里更紧急吧？我这边有什么着急的？我们不着急。干爹，您赶紧去自首吧。再一意孤行的话，我们下次见您的时候，真的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。单于啊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军机大事你不要过问。干爹，您不能这样做，您这是以卵击石，您会变成千古罪人的。单于，怎么跟干爹说话？张红，单于啊，听干爹的话，回房间去。没有我的指令，你不要出来。单于，听干爹的。干爹，您不能受他们的蛊惑，您这是冒险，您这是叛国。哎，单于，小姐，说话。小姐，陈小姐这纯粹是来捣乱的呀！副将军不能再动摇了。干爹，你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。好了，单于，把他带下去，先关起来再说。是。哎，干爹，你们再不自首就来不及了。干爹，哎，干爹，你们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干爹，您这么做会成为千古罪人的。哎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干爹，你要听我的劝呐！放开我！干爹，干爹！别动，不许动！报告，将军，有陌生人闯入。怎么回事啊？就在院子里，要劫走陈小姐。陈雷，他怎么会来？你们都别出去，我一个人去就行。小子干掉！是。
陈雷啊，你是不请自来呀？啊，你搞得这样剑拔弩张，是曾如龙的命令，还是你自己要来啊？蒲将军，你暗中勾结日本军人，密谋政变。作为一个党国人，甚至每一个中国人，都有义务出来阻拦。陈雷，你是大义凛然，全是胡扯。我蒲大茂一心为公，由不得你来污蔑。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蒲将军，你们的计划我已经向上峰报告了。把他们扣押起来！谁敢？不要乱来，陈雷将军，要么放我们走，要么就把我们杀了。把枪放下！小心！单于，单于，单于，单于！将军，快走！打我将军！围起来！是。怎么了？单于中弹了，快送他去医院。走。干什么？别动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啊！别动！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那辆车，小心点。小心啊！知道。把他们的枪卸了。现在到屋里去。走，快，快走！都不许动！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蒲将军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蒲将军，怎么来了这么多宪兵啊？蒲将军，怎么回事啊？听天由命吧。全部带走。是。走，走，快走！别碰我！走，推什么？走走，推手！快走！蒲长官，请吧。大夫，大夫，救人！快来帮忙！来来来，快来这边！曾某确实不知内情，确实不知。是，马上彻查。小青，拿着。好了，好了。大夫，严重吧？伤到要害了吧？不要说话。大夫，他有没有事啊？大夫，把他带出去。单于，单于，你坚持住！把他带出去。单于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单于，先生，请出去。大夫，先生，一定要尽力啊！一定要尽力救他。出去，请出去啊！他不能死，你听见没有？
看你是人小鬼大呀！嗯，先生，你怎么，你就可以胡来？可以代表我？可以代表党部、特工部？先生，您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不经请示你就私自做主？我不是不请示，我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的司章是你保管的，陈善宇拿着印有我司章的手令私自去南京，你难道不知道？先生，我不是不知道，可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说吧，想死想活。先生，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先生，我从来没有把您的私章给过别人。先生，您想，陈善宇他是个什么人？他是那么有手段的人。他如果想要拿到您的私章，他不用通过我也能拿到的，先生。先生，我求您了，真的不干我的事。这么说，你真的不知道？你真的不知道？嗯？也不能说全部知道。我看过那张手令，可是陈善宇说，他自己会亲自跟您说的，他不让我告诉您，先生。知道吗？这弄不好是要杀头的。我知道，对不起，先生。好了，别哭了，你记一下，我要打个报告去南京。好。林长山，哎呦，你来了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局面已经控制住了。哦。这事儿闹大了，上头全知道了。连委员长都惊动了，这么严重啊？上面知道你参与了行动，让解释呢。我怎么解释？怎么解释？这还用我教啊？你可想好了，不能有半句虚言。陈善宇能痛下决心，把政变之事透露给你，并且冒死行动，可见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呐。蒲道茂毕竟是他干爹，他还是有感情的。蒲大茂一干人，政变流产，蒋中正一定会震怒，会以什么罪名惩处？你这边有什么消息吗？暗通日军，谋划刺杀，这么大的罪还不够啊？至于说怎么处置，真的很难说。毕竟这么多年，蒲大茂一直属于军中的实力派人物，真要动他，也无异一场大地震。如果借蒋中正之手，惩处了这些亲日派，也是好事。他们胆大妄为，不顾亿万百姓的抗日呼声，暗中勾结亲日派。我会向组织汇报，加强监视亲日派。说实在的，善宇这次受伤，都是我的错。那善宇现在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据说过一阵，应该就能转到上海了吧？哦，特工部
如何处理此事？曾如龙已经把报告递上去了，据说在报告里边刻意隐瞒了我和单宇的冒失行为。嗨，主要是为了自己邀功。这个老滑头，见风使舵，你不能不防他。他要是不狡猾，我怎么利用他？卑职及本部全体部长，陈副处长来了，定当更加努力，为党国鞠躬尽瘁，为领袖竭尽忠诚。好，卑职谨记。好，再见。哎呀，这么快就来了啊！哪是恭喜我呀，是恭喜我们大家。也对，也对。不，还不能沾沾自喜啊！关起门来讲话，这次那多少还是有所侥幸的。蒲长官何等人物啊！谁想得到啊？你说的真的是？现在这时候不是真的也是真的，是真的，他蒲大茂就身败名裂；不真，也算他倒霉。那怎么处置他呢？哎呀，毕竟是一代名将，党国的元勋，能怎么样呢？罪不至死。没那么严重吧？罚肯定是要罚的啊，总得做做样子嘛。哎，陈雷啊，我可提醒你啊，眼下可不是咱们到处乱扯什么旧关系的时候啊！这我当然明白了。再说了，我跟蒲大茂也没什么旧关系，倒是陈善宇。这个陈善宇啊，真不知道怎么说他才好。这事儿他不会受连累吧？非但不会，而且是大义灭亲的典范。那嘉奖令都下来了。对了，那个张虎呢？他已经回来了。这个蒲大茂政变这事儿，张虎也应该有份吧？他脱不了干系吧？张虎是蒲大茂的人，自然有所牵累。不过他现在隶属于我们特工部，平日办案得力，功过相抵，不予追究了。不是他有什么功啊？哎呀，陈雷呀，这个张虎不光有蒲大茂一个靠山，明白吗？上至委员长，下到我这里，都希望息事宁人，尽快了结此事。关键这事太轻巧了。上面的命令已经下来了，你的意见是可以保留的，但是不要再给我生事。长官，蒲长官，在下是执行公务，请多见谅。请交出配枪。得罪了，蒲长官，您多保重。走。
将军，将军。李副官，别难过，别难过。钱代军对这次福建事变的预测是准确的，我为之前质疑你的推断感到很惭愧，对不起。我不需要道歉，我要的是推动计划，为帝国建功。钱代军说得很对，此次事件的结果，让军部真正看到了苍龙计划的巨大价值。我已经接到大本营密电，今后会全力配合苍龙计划。军部那边是有些杂音，但是我想，这已经纯粹是一些武夫的偏执。我坚信，大本营一定会大力支持我们的苍龙计划。那就最好不过了。风爷，哎呦，风爷，您来了，给您请安。怎么样啊？哟，今儿够清静的啊！风爷，这不都等您呢吗？等我啊？等我砸你们场子呢？啊？吴老板，哟，刘老板，今儿怎么有空过来呀？玩。啊，姑娘不错啊。怎么样啊？今天啊？来玩两把。啊，不玩，你们玩啊，你们玩。风爷，好好玩啊！哎，好。风爷，您可舍不得砸这个场子，这场子以后就是您的了。我的啊？您就是这儿的老板呢。哎，谁是这儿的老板？风爷，您不是把这个场子给盘下来了吗？小的们几个还得指望风爷多打发几个赏钱呢。风爷我呀，只做赚钱的生意，就这么个破场子，白给我的不要啊！风爷，您，风爷，江阿宝啊，风爷，这场子您一定会要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这身皮又痒痒了是吗？别，风爷，今儿咱不打架，咱只谈生意。谈生意啊？我跟你谈个屁！风爷，我给您看样东西，看完了您一定会跟我谈的。里边请。姓江的，你要是敢跟我玩阴的，小心我把你的狗嘴撕了。这生意要是谈不成，我自己撕，啊，请。王爷，哎，王爷，里边请。哎呀，坐，冯爷，坐。姓江的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方爷，我没工夫跟你这闲扯淡。冯爷，也没什么。这个呢，是赌场转让的契约，就请冯爷签个字吧。什么意思呀？强买强卖是吧？哪儿啊？就你这么个破赌场，还想让我买呢？你脑子瓦特了！我这赌场好啊，我这赌场没一丁点毛病，日进斗金。包峰也转眼就能赚着大钱。
我家阿宝不是那种小气人，既然风爷喜欢这赌场，我只能忍痛割爱，啊，有钱大家赚嘛。日进斗金，有钱大家赚，那是。江队长，你这张臭嘴，可够能说的呀。嚯，哎，就这么个破地方，值这么多钱呢？啊，你胃口也太大了吧！哼，实话跟你讲，这赚钱的买卖啊，我洪峰做定了。不过这赔钱的生意，我没兴趣。风爷，等会儿，先坐啊！风爷先坐，坐，来。风爷，这烟土，风爷认识吧？这东西，你比我熟悉吧？哎呦，兄弟是警察局一个小官儿，脑袋上顶着责任呐。这大烟土的事儿可不敢过眼不过心呐。这东西跟我没什么关系吧？这可是从风爷的地盘上接活的，您可不能装糊涂是吧？家宝，这饭可以乱吃，屁可以乱放，但是话可不能乱讲。就凭这么个东西，你能证明什么呀？哎呀，这一包包的烟土扣在这儿，我可不敢说跟你风爷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我说了，有钱大家赚，你只要买来这个赌场，懂了没？那我就把它交上去吧。哎，风爷，咱们两个比比谁快。我敢打赌，只要我一出这个门儿，不到一杯茶的功夫，你的库房里就满是警察局的人。如果再查出一包大烟土来，哎呀，风爷可就沾上包了。姓江的，你唬我是吧？我真没敢唬您。到那时候，你只有向胡局长去交代了，啊？江队长，老兄，谈生意嘛，讨价还价那是必然的，那么急干什么呀？啊，不急啊！不急的话，咱俩坐下来慢慢聊。再聊聊，再聊聊，啊、再聊聊。风爷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副处长，来，给你的嘉奖令。你拿走吧，我不要。这可是荣誉啊！来，瞧瞧。这种荣誉，不要也罢。你这是干嘛呀？那你想要什么？啊？陈雷，你可以帮我救我干爹吗？蒲长官的境遇没那么糟糕，
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麻烦。你倒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啊，把病养好。可是我真的很后悔。有什么好后悔的？干爹他现在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说句不近人情的话，如果蒲长官他要是执迷不悟，你后悔不后悔，他都执迷不悟。但是如果他通过这件事情能够反省自己，他一定知道你的良苦用心。这件事儿还真多亏了林长山。是你通知他们的吗？哼，你说我们两人啊，宪兵队又不给力，要是没有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林长山这次倒是干了一件称得上是漂亮的事儿。你知道吗？在我的印象里，你还是第一次夸他。是吗？嗯。我怎么没印象？哼，但愿不是最后一次。千万记住，好好休息啊！你要是忘了，我让慧明教训你。哎，怎么了？他是大夫，你是病人。哼。哎，小文，你也得盯着他，别让他熬夜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对了，你跟慧明现在怎么样了？凑合吧。谈不上好，也谈不上不好，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。好，你来了，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的话，事就大了。不用谢我，于公于私，我都会这么做的。我也是迫不得已，要不然也不会让单宇去冒这种险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受伤了，我有责任，我不推卸。嗯，幸亏他没有太大的事儿，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肯定饶不了你。我懂。他情绪怎么样？你这不是来了吗？看见你，情绪自然就好了。真的？单于姐，现在没人，你先休息一会儿啊。你先睡一会儿。那我先去打点水。林处长，我先去打点水。哎。装睡。哎，好看吗？你怎么有时间来看我呀？我是专门来批评你的，真不像话！这么重要的事情，还让陈雷来传话，我不早就告诉你了吗？想好了之后，直接跟我讲。那你看我现在不是都好好的吗？好什么呀？受那么重的伤，害得我抱了你一路。哎，你知道我抱着你的时候都在琢磨什么吗？什么？你好重啊！讨厌！你嫌弃我？你要是真嫌弃我，那你以后就别抱呗。那哪行啊？那我不吃亏了？我这500毫升血白输了。行啊，还你，拿去。我哪知道我留哪儿了？留哪儿去了？啊？留这儿了。你真的好讨厌你啊！哎，
别扯到伤口啊！我不逗你了。哦，对了，干爹怎么样了？刚才我问陈雷，他也没跟我细说。应该是没有结论了吧？坊间传言很多。那我能去看看他吗？等你伤好了吧。你现在别想那么多了，不会有事的，啊。嗯。怎么，还没打通啊？没有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嗯？要杀要剐，就来个痛快的。这已经是第6个电话了，要么就是接不通，要么就是找理由推脱。这帮人太过势利，如今都躲着咱们。世态炎凉，他们不躲着我才怪呢。可就连透露个信息他都不肯。我知道，这都是老蒋压着呢。他蒋委员长到底是个什么态度？老蒋的手段我太清楚了，夺兵权，软禁。看来他真是要我生不如死啊！这只是他对我走的第一步。看来他是要彻底孤立我们了。不谈这些了。哎，单宇那儿有消息吗？这孩子中了枪，该不会……陈小姐福大命大，不会有事的。都怪我呀，怪我毁了大计，毁了你们和单宇。当时要不是这孩子阻拦我们，将军，事已至此，身体要紧。事情都办妥了，妥了。洪峰那小子就差吓得屁滚尿流了。好，事成之后，许你的好处1分都不会少。你要真给我好处啊，就让我把那小子作死。他还有用，不能死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有什么呀？他能让你为了他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？嗯？哼，我自然有我的安排。他没有那么多钱想接你的赌场，就得来求我。到时候，我就抓住了他的软肋。真够麻烦的。一个跑码头的，我早就想踩死他。哎，你别胡来啊！他可是牌会的大弟子，没有一个好的时机，想动他可不是那么容易啊。你说这洪峰是得罪你了，还是蛊惑你了，值得你那么对待他？这你别管，按照我的指示办就是。啊，那个孙本利是不是跟你一伙的？哼，在上海盯着牌会的，可不是我一个人。我的目标是洪峰，你我联手，不容有失。事成之后，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行，明白了。那我就先留着他这条命。哎呦，吴老板，快坐快坐。哎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随便点，今天我请客。
行了，枫叶，跟我那么客气，一定有什么事儿告诉我吧？嗯？哎呀，吴老板真是了解我呀。实不相瞒，您给我那批货被我一个仇家给劫了。